对门刚搬来的邻居突然在业主群里发消息，我儿子今年要高考了，为了保证孩子安心高考，我制定了一份本楼住户行为规范守则，高考状元即将诞生在本楼，请大家配合。紧接着他发了10不准：不准装修，不准养狗，不准穿裙子，不准在本楼使用 WiFi， 晚上不准使用电梯，遇到我儿子不准询问成绩。他儿子哪是高考，是要继承皇位吧？我可不惯着他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儿子学习刻苦，随时随地都在读书，所以白天晚上不准本楼住户发出任何噪音。我儿子高3期间不准本楼住户进行任何形式的装修。宠物携带细菌寄生虫，容易传染给我儿子，影响他高考，不准养宠物，已经养了的，限明晚之前处理掉，一经发现立刻打死。辐射影响大脑发育，为保证高考状元的诞生，不准任何人在本楼使用 WiFi。考虑到青春期男生发育容易受到外界诱惑，本楼女性不准穿裙子，裤子需过膝。高考生饮食需清淡，文不得荤腥，不准21层住户在家中大鱼大肉，只可清蒸水煮。电梯噪音大，晚上8点以后不准21层及以上住户使用电梯。难怪我右眼疯狂跳动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。他儿子哪是高考，是要继承皇位吧？才搬来第1天，哪来的脸给别人提这么多奇葩要求？太子是他家的太子，我们这个小区每层楼只有2户，他最后2条要求分明就是把我当成他家奴才。他发完消息后，群里寂静如雪，毫无反应。这大姐不依不饶，继续吆五喝六。规则大家都清楚了，从今天起本楼所有住户需严格按照规章执行。明晚我会随机抽查，没有处理好的宠物当场打死。特此通知。群里依旧鸦雀无声，往日活跃的几个住户竟然全都默不作声。他们愿意遵守，我可不惯着他。我当即回怼：古有太子陪读，今有邻居入狱。为了提前庆祝高考状元的诞生，不如把整栋楼买下来，给孩子好好庆祝下。邻居立即发癫了：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阴阳谁呢？高考是人生头等大事，你不知道，要是影响我儿子高考，老娘要你命！要不是这小区离考点近，我才不愿意跟你这种人住同一栋楼，半点素质都没有，一看就是天生的穷命，下等人。真是高贵有素质呢，这高高在上的气势，真是无比熟悉。对面要是没个千亿身家，我绝对不服。于是我说，高考是你儿子的高考，我们下等人都知道儿子是自己的，难不成像你这样的上等人儿子是拼夕夕一人一刀拼来的？对面崩了，怒发10几条语音，问候了我从远古至今的所有女性长辈。见我不理他，疯狂加我好友，每条申请上的怨气透过屏幕浓郁的连贞子都甘拜下风。群主阿姨见事态不对，私下给我发微信：小林，你可千万别招惹2102那家人，他之前住在我儿子小区，是有名的难缠，先后逼走了4、5家邻居。他搬家当天，小区业主特意买了1万响鞭炮庆祝。听说他搬来我们小区，我儿子特意来提醒我，千万别得罪他，要不没一天安生日子过。难怪群里没人回应，原来是名声在外呀。不过别人听了或许怕惹麻烦，我就不一样了。
听完阿姨的介绍，我更有兴致了。这样的奇葩百年难得一遇，错过不是太可惜了吗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我最喜欢压倒这股邪风。对面大姐还在群里疯狂输出语音，翻来覆去问候着我家祖宗18代。我喝着可乐炫薯片，看了会儿热闹后，关机睡觉，将腥风血雨彻底隔绝。第二天，我早早出门拜访客户，下班回来后刚出电梯，险些吐了出来。我家门口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垃圾袋，里面装满了臭鱼烂虾，沤乱的小麦草散发出腐臭，被热气蒸腾出化粪池般的腥臭，这味道堪比沼气池，让人眼前一黑。毫无疑问，这是来自对门的回礼。我径直走到对面，按响他家门铃。谁呀？不知道我儿子在学习吗？谁准你按门铃的？一个干瘦尖脸的中年女人边开门边抱怨：大晚上的有什么事啊？我指了指门口的黑色垃圾袋，垃圾箱在楼下，你要是找不到，我带你去。女人的目光越过我瞥了一眼，嘴角向上提，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。哎呦，这垃圾袋上也没写名字，你说是我家扔的，你有证据吗？我伸手指向门的右上角，示意他仔细看。看见摄像头了吗？24小时开着，你说我有没有证据？女人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珠上翻露出大片眼白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是侵犯隐私，你想偷拍我儿子的日常上传到网上，等他成了高考状元，借机博取关注。像你这样的吸血鬼我见多了，赶紧把你那破摄像头拆了，不然我就报警。我在自己家门口装摄像头，你要是不到我家门口，怎么能拍到你？你管不着。在我家对面装摄像头就不行。要是让我发现你拍我儿子，下次在你门口出现的就不是臭鱼烂虾了。他承认垃圾是他丢的同时，还不忘威胁我，他真的，我哭死。你赶紧把垃圾拿走，把楼道清理干净。你丢我门口的事儿我就不计较了，下次注意。凭什么要我打扫？楼道是公共区域，要打扫也是物业安排打扫。你自己家门口没弄干净，怨得了谁？要怪就怪你自己不在家。他胡搅蛮缠，丝毫不讲道理，换个人早就被他气得升天了。还有啊，你瞎了吗？昨天我在群里发了规章守则，晚上8点以后不准使用电梯，会影响我儿子学习。今天就算了，下次再犯，我打印出来贴你家门口。呵，我真是无语了，见过不要脸的，真没见过这么倒打一耙的。多跟他说一个字，都是对我智商的侮辱。我二话不说，扭头回到家门口，绕过黑色垃圾袋，开门，拉开玄关的储物柜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次性手套、雨衣套在身上，迅速拎起黑色垃圾袋，甩到对门门口。黄绿色的污水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，在对面惊恐的眼神中落地炸裂，一滴没有落在外面，尽数溅洒在对方堆放在门口的杂物上。女人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黑着脸怒吼：贱人，你他妈有病啊！我一个闪身跳进家门，光速关门反锁，脱下雨衣卷好手套，丢进门口垃圾桶，动作连贯丝滑，一气呵成。门外呕吐声撕心裂肺，像是要将肠胃全都吐出来一般，夹杂着尖利的谩骂，形成一首独特的交响曲。而我心情大好，哼着小曲，泡在浴缸里，享受着下班后的放松闲暇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就告诉了我们做人的法则。美美的泡完澡，我吃着水果酸奶杯，快乐刷剧，丝毫不理会不停跳动的微信群。
直到第二天刚打开门，就见到一身蓝白校服、戴着眼镜的小胖子，正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我。美女姐姐早上好，我替我妈来向你道歉。我妈一个人带我压力太大，偶尔会情绪失控。看在同是女性的份上，希望姐姐不要跟我妈计较。不等我说话，小胖子从包里掏出一个扎着粉色丝带的小盒子，双手递到我面前。美女姐姐，这是我的道歉礼物，请你一定要收下。小胖子看起来憨厚有礼貌，跟他妈妈简直天差地别。我心里软了下来，想到我自己也是单亲家庭，忽然对小胖子心生同情。生在这样的家庭，他应该心里很难过吧。为了减轻小胖子心理负担，我接过了他的礼物。没事儿，回去跟你妈妈说，之前的事儿就翻篇了，希望以后大家和睦相处。我注意到小胖子微微上扬的唇角噙着古怪的笑意，猛地抬起头，阳光从身后照过来，让我看不清他的表情。可突如其来的寒意让我背后一阵阵战栗。姐姐不打开看看吗？是不喜欢我的礼物吗？没关系，我再给姐姐挑新的。我感到盒子里隐约传来细小的呻吟，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。掀开盖子，盒子里的场景不出意外的惨烈，只有2、3个月大的小猫身上黄白相间的毛发被血染红，粘成一团，粉色的小舌头垂向旁边，鼻子和嘴巴里都有赤红的泡沫，眼睛湿漉漉，写满哀求。不听话的畜生就是要好好教训才是。姐姐，你也觉得我做得很棒，是不是？如同毒蛇一般阴冷滑腻的笑声爬上了我的心头，让人恶心。我轻轻摸了摸小猫的头，抬起下巴，眼中一片冰寒。姐姐很喜欢你的礼物，不过比起小动物，我更希望盒子里躺着的是某些不听话的熊孩子。小胖子非但没有被我的话吓到，反而笑得越发猖狂，转身走向电梯，还不忘朝我勾了勾手指，挑衅着我狂跳的额角。美女姐姐要听话哦，不然下一次就是姐姐你哦。难怪之前对门搬家，前小区住户要放鞭炮庆祝，这一家都是疯子。我跟公司请了假，把奄奄一息的小猫送去了宠物店。医生告诉我，猫咪太小，内脏破裂，身上全都是伤，根本没有救治的可能。在我的坚持下，医生把能做的都做了，可惜还是没能挽救小猫的生命。我将小猫埋在了小区公园的树下，正对着我们那栋楼的方向。有些人天生就是坏胚，只有比他更狠更凶恶，才能以暴制暴。我去菜市场买了一条半米长的大鳝鱼，请鱼摊的杀鱼工帮我放血剥皮，找了个精美的盒子，连皮带血装了进去。别说乍一看还真有点吓人。在盒子里倒入了陈醋、大蒜汁、臭豆腐、臭鸡蛋等味道迷人的液体后，掐着点放在对门门口。刚关上门，就听到电梯叮了一声，母子俩相继走出电梯，有说有笑地回家。一眼看到了门口的盒子，两个人同时回头看向我的方向。妈妈隔着盒子使劲抽动鼻翼嗅闻，却一无所获。小胖子就没有他妈妈那么谨慎，他以为我被他吓坏了。那个盒子就是求和的表现。不得不说，母子俩迷之自信。小胖子抱着盒子开开心心地进了家。我在猫眼后面默数10、9、8、7，还没数完，隔壁传来一声尖利的嚎叫。对面的母子俩满手红红黄黄，跑到门口不住的干呕。下一秒，我的房门被砸得哐哐响，连带着地板都跟着颤动。我挂上防盗链，推上阻门器，把门开了一条缝。对面妈妈叉着腰，
尖长的指甲几乎戳上我的额头，怒骂：贱人，你敢送死蛇吓唬我儿子？我说：阿姨，贱人骂谁？当然骂你，你敢耍我，你个不要脸的贱货，存心报复是吧？我一脸无辜，谁报复？别他妈装了，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好东西，年纪轻轻住这么好的房子，指不定是干什么的，每天早出晚归的，不是小三就是站街的，像你这样的下贱货老娘见多了。老年人火气别这么大，容易长皱纹，难怪小胖子是单亲。就您这脾气，可真是。你对面妈妈疯狂拉我家门，伸手就要抓我的脸，我抄起早就准备好的扫把，对着他猛抽，他被我打得吱哇乱叫。这时候，小胖子急忙跑过来帮忙，抓住扫把猛地往外拉，成功抢走了扫把，还想伸手抓我的衣领。我眼疾手快，迅速关门，小胖子手被门夹住，疼得嗷嗷嚎叫。他妈妈站在他身后，心疼的撒泼咒骂我：黑心肝烂裤裆的贱货，欺负我们孤儿寡母。大亮，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呢？你就是嫉妒我有个高考状元的儿子，活该你嫁不出去，孤独终老。你赶紧放开我儿子，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，影响他高考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报警，我要告你故意伤害，让你倾家荡产。说破防就破防，还以为这对母子有多能耐，没想到这就不行了。早上小胖子虐猫，我都还没报警呢，不过一条黄鳝嘛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对面妈妈嚷嚷归嚷嚷，手机从来都没掏出来过，我也不管他，手松了条缝，让小胖子把手抽回去。除此以外，主打一个一无所知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我都是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乱说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小胖子捂着手指站在门外，目光阴冷，脸黑得比烧了50年的锅底都黑。他妈妈心疼儿子，又没有证据，叫骂了一阵，咬着后槽牙说：你等着，这事儿咱俩没完。小胖子的伤看着紫红吓人，其实只是淤血，根本伤不到骨头，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。惩治恶人可不是为了把自己搭进去。经此一役，对面难得安生了几天，楼上楼下都在议论小胖子是变态虐待动物，怀疑他能否顺利参加高考。对面妈妈气得在群里大骂，直言众人嫉妒小胖子的才华，不许他们再讨论，否则就报警。3楼跟我关系不错的姐姐听说了我跟对面的事情，特意私信劝我：念念，听说他家那个小胖子在之前的小区故意把邻居家的小孩从3楼推下去，还好孩子家长看到及时拽住了孩子，他家没办法才会搬来我们小区。你可千万小心，那对母子不是一般的变态，绝对不会吃亏。这么说我可来劲了，刚好我也不是能吃亏的人呢。1周后，我刚洗完澡出来，家里忽然停电了，几乎同时，门口响起了规律的敲门声，咚咚咚，敲了3下后戛然而止。我刚要开门，脑中灵光闪过，想到了一种可能，打开手机上的监控啦，毫不意外地发现小胖子鬼鬼祟祟的身影。他抱着棒球棍蹲在门口，走廊上的感应灯碎了一地，看来他是想伏击我，先破坏灯光，再拉电闸。要不是我的监控用的是电池，哪怕他得逞打了我，我也没有证据，即使报警，警察来了也没有办法真拿他怎么样。不得不说，对面不愧是让整个小区闻风丧胆的存在，他们的行为既恶心又恐怖，层出不穷。要是正常人真的会不胜其烦，受不了这种痛苦折磨。可惜我从来都没正常过。我从储物柜里拿出防狼喷雾和迷你电击笔，戴好口罩
和一次性手套，换上运动鞋，在打开门的一瞬间，对准小胖子所在的方向，用力按下防狼喷雾。啊！我的眼睛！听到对方惨烈的嚎叫后，我瞅准时机，打开迷你点击笔，对准小胖子肥厚的肚子戳上去。在噼里啪啦的电流声中，小胖子的嚎叫越来越低，直至无声无息。我拿脚尖踢了踢地上死猪般的身体，满意的看着口吐白沫、浑身抽搐的杰作，嘴角忍不住上扬，从小胖子的身体上跨了过去，淡定地把电闸回复，然后转头回屋。进门前一刻，还不忘提醒：躺够了就赶紧回家，不然说不定还有惊喜哦。我刚关上门，就看到监控里原本躺在地上假装尸体的小胖子一咕噜爬了起来。不出意外，电又停了。我慢慢悠悠地推开门，小胖子正站在电表箱旁边，右手死死握住电闸开关，一脸视死如归。哟，玩电闸呢？小胖子看见我，不自觉地眯了下眼睛，露出讨好的笑容。漂亮姐姐，你也出来散步啊？小胖子脸憋得通红，使出吃奶的劲儿，也没挪动半步。我露出一口白牙，别挣扎了，这是环氧树脂胶水，连金属都能粘合到一起，你挣不开的。小胖子鼓着腮帮子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呼呼喘着粗气。他妈妈这会儿也不躲着了，猛地朝我冲了过来，伸手就想要打我。贱人，你敢害我儿子！恶意关我电闸，手持棒球棍躲在角落，意图袭击我。要是报警，起码是蓄意伤害未遂吧？高考你儿子是别想了，少管所还是监狱，倒是可以期待一下。小胖子梗着脖子，鼻孔对着我，吓唬我。你根本没有证据。他妈妈掐着腰，蹦着高骂我：放屁！我儿子可是高考状元，将来是要当大官的，犯得着跟你这样低贱的女人过不去？你满嘴喷粪，看我不撕了你！一听我说小胖子要进监狱，他妈妈急了，扑过来就要厮打我。我打开手机，调出监控视频，对到他妈妈脸上，瞧瞧，高清视频，连面部表情都拍得一清二楚。我要是你，还是赶紧给你儿子找个靠谱的律师。高考状元，不要脸的小贱人，你玩阴的！我明明把你电闸拉了，哪里会有监控？这可是你自己承认的，又多加一条，我可得好好看看家里有没有什么损坏。我记得我家光冰箱就3万多，还有新风和中央空调。听到价格，小胖子他妈妈脸立马白了。你这是敲诈！我儿子补课才回来，不小心拉错电闸而已，屁大点事儿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是吗？他刚刚亲口说的拉我电闸，是为了关监控。小胖子接收到他妈妈的示意，忙不迭改口：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胡说。呵，我冷笑一声，视线在这对无赖的母子身上来回打量，懒得跟你们废话，要么赔钱，要么报警，要么滚蛋。明天还要上班，没工夫陪你们磨牙。小胖子眼珠一转，坏水噗噗往外冒。你刚才喷我，还电我，我现在全身都不舒服，我要去医院，你得赔我医药费。呵，恶人永远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我看着他点点头。你说我打你，我说我是正当防卫，看来是理论不清楚。不如叫帽子叔叔来帮忙分辨一下，看看是你赔偿我的损失，还是我赔你医药费。小胖子妈妈毕竟是成年人，对儿子的行为心知肚明。她咬着后槽牙说：这次就算了，你赶紧把我儿子放开，咱们就算两清了。我笑了笑，胶水我可没办法，不过我有个建议，下次别玩电闸，这次上面是胶水，说不定下次就是硫酸，指不定再玩就把手玩没了哦。
说完，我慢悠悠地回了家，直到关上门，依然能够感受到小胖子母子充满恨意的目光。母子俩在外面折腾了一整夜，直到天亮叫了跑腿买来溶胶剂，小胖子才终于解脱。站了一晚上，母子俩互相搀扶，跌跌撞撞地回了家。经过此事，母子俩对我又恨又怕，在小区里碰到我，远远就躲开了，再也没有莫名的停电，门口也没有再出现血淋淋的礼物。突如其来的消停，反而让我有些不适应。那对变态母子绝非省油的灯，他们吃了那么大的亏，不可能无声无息咽下这口气，说不定憋着什么缺德的大招对付我。果不其然，1周后，我的快递莫名消失了。快递员电话通知我，快递放在门口。我下班回来找遍了门口，都毫无发现。打开监控啊，不出意外，看到对面妈妈在我门口探头探脑，然后抱走了快递放在门口的一箱姨妈巾，则拼夕夕39，9都不放过。就这，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门口每天都有不同的快递送来，直到出差前从未间断。对面的妈妈从一开始小心翼翼，到后来肆无忌惮，指挥快递小哥直接将我的快递放到他家。我看着他乐呵呵地抱起写着无人机的大箱子回家，激动又得意地在门口跟小胖子分享。小胖子也难得露出孩子气的笑容，好一副母慈子孝的和谐景象。我比他们还开心，万分期待他们打开箱子，发现满满一箱子面包虫，会有多么快乐。偷了这么多次，终于构成了入刑标准，想必他们会比较满意监狱里面的生活吧。几分钟后，对面的母子尖叫着跑出家门，双双发癫。小胖子气疯了，疯狂地踹着我的房门。他妈妈在群里疯狂输出，话脏的堪比3年没打扫的公厕，叫嚣着要我赔偿他儿子的精神损失，口口声声说我危害他儿子成为高考状元，还威胁说要让我身败名裂，滚出小区，却绝口不提他自己偷了我的快递。群里的众人都清楚他们母子的德行，根本没人搭理他。楼上的阿姨看不下去，在群里为我说话，反倒被对面妈妈对了一通，直言要去阿姨家门口撒泼打滚。这一下惹了众怒，住户们纷纷开口，让他注意点，别影响大家，有问题私下解决，别在群里发癫。小胖子见势不对，劝阻了他妈妈，在群里留言都是误会，约我找时间见面。我果断报警，丝毫没有给他发挥的空间。半小时后，我从监控里看到对面的妈妈被帽子叔叔带走，临走时还不忘咒骂我不得好死。小胖子若有所思地抬起头，目光试图透过监控摄像头找到我的痕迹。当晚出差回家，就见到对面的小胖子坐在我门口，旁边堆着偷走的快递。他看到我二话不说，跪下开始磕头认错。美女姐姐，都是我妈不好，一时起了贪念，她不是针对你。当初我爸离婚就是因为出轨了一个跟你差不多年纪的小三，我妈深受刺激才会变成这样。小胖子挪动肥胖的身躯靠近我，声音委屈巴巴：你能原谅我妈妈吗？我还没参加高考，我妈妈真的不能坐牢。小胖子一点点凑到我脚边，猛地弹起来，胖手朝着我的脖子掐了过来。前一秒面目狰狞，是要取我狗命；下一秒乖巧憨厚，肥胖的身躯异常生硬地改为向我叩拜鞠躬。美女姐姐，请您一定要原谅我。黑色制服的帽子叔叔指着他说：他是家属。我点点头。小同学，你妈妈涉嫌盗窃他人财物，金额巨大，需要配合警方调查，
报案人也承诺你们赔偿损失后可以出具谅解书。你们做家属的再怎么着急，也不能影响别人正常生活。小胖子勉强咧出一个笑容，比哭还难看。警察叔叔，我好担心我妈，要赔多少钱我赔，能不能让我妈先回来？美女姐姐，你帮我求求情吧。小胖子眼眶泛红，瘪着嘴说：美女姐姐，你的快递都在门口，除了那箱面包虫，你也没什么损失，就别跟我们孤儿寡母计较了吧。我妈她真的很不容易，打人不成就改卖惨玩道德绑架，缅北诈骗犯看了都得直呼专业。我打开购买无人机的购买记录，笑出一口白牙。弟弟不行哦，姐姐可不会那么无聊，买一箱面包虫。购物记录清楚明白，姐姐攒了8个月才买了这台无人机，真的做不到不计较哦。你个贱人，玩我！小胖子双眼通红扑过来，中途被帽子叔叔反手抓住。喜提派出所1日游，3天后接到派出所，在帽子叔叔的见证下，对面妈妈不得已在赔偿我5000块和拘留6个月之间选择了赔钱。连续2次没能在我身上讨到便宜，让对面母子间产生了裂痕。下班时经常能听到对面母子争吵的声音，在对面妈妈口中，听话乖巧的小胖子开始频繁晚归，有时他妈妈不在家，还有黄毛精神小伙来找他玩。有天晚上，我加班到半夜才回来，刚下车就看到小胖子跟黄毛小伙勾肩搭背，抽着烟往外走。品学兼优的学霸，真的会是这样吗？可对面妈妈对高考状元的笃定，并不像是单纯的自信。我的心中充满疑问，一个离奇的念头浮上了心头。隔天，我向公司申请去小胖子所在的学校洽谈赞助合作。我们公司本身就是做运动用品，跟重点高中合作，也算是强强联合。校长听说100万赞助，笑得合不拢嘴，自然不会拒绝我提出参观班级的想法。不止没拒绝，他还特意指派了特高班班主任赵春梅老师全程陪同。在跟随赵老师参观的过程中，我并没有在特高班发现小胖子的身影。接着闲聊的机会，我假装随口问道：我家邻居的孩子大鹏也在咱们高中读书，听说学习成绩挺好的。说起来还得感谢邻居妈妈，要不是她总跟我说她儿子肯定是今年的高考状元，我还真想不到跟咱们学校合作呢。赵老师在学校任教多年，不知道认不认识这孩子啊？赵春梅皱着眉头，使劲在脑子里搜索，想了半天也找不到对应的身影。林总，请问您说的孩子全名叫什么呀？我记得是陈大鹏。对，没错，就是陈大鹏。他脸色瞬间变得很古怪，尴尬、难堪、不屑，种种表情在他脸上轮换，最后化作一声叹息。原来是他呀。林总，我实话跟您说，陈大鹏那孩子不是我们班的，我对他不熟悉。难道除了特高班，还有其他班级成绩突出？赵老师左右看了看，压低声音说：陈大鹏是个疯子，他脑子有病。我假装生气质问他：赵老师，您身为优秀教师，怎么能歧视学生呢？可无论我说什么，赵老师都岔开话题，坚决不回应有关陈大鹏的事情。事情似乎变得有趣起来。我借口想要感受下高中生活，让赵老师先回了办公室，独自在校园里转了转。在2楼最后一间教室，我终于发现了胖子的身影。在我的目光找到他时，小胖子也看到了我，他脸色一白，透出一股慌乱。我朝着他摆了摆手，转身离开。可以肯定，小胖子身上一定藏着些不可说的秘密。
他所在的班级，从上课的氛围到学生的状态，无一不表明其成绩的真实水平。别说高考状元，只怕学校连高考都不想让他们参加。等到放学铃响起，我借着了解学校需求的说辞，成功接触到了他们班的同学和班主任。旁人口中的陈大鹏，跟他妈妈口中的优等生，不能说毫无关系，只能说天差地别。陈大鹏喜好欺负同学，仗着身体优势，经常打架，是教导处的常客。从他们班的女同学口中，我还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八卦。据说陈大鹏曾经霸凌逼的同学跳楼自杀，至今都没有一个说法。他们班的同学们都不敢惹他。在传闻中，他家有关系、有钱，在学校里为所欲为，连考试都有人替。走出校门，我的心情格外沉重。早就知道这母子俩不是省油的灯，没想到背后还藏着血淋淋的人命。我按捺不住心头的激愤，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早已遗忘的号码。喂，来活了，敢不敢接？8年前，我第一次直面校园霸凌，是因为我的妹妹，亲妹妹，她被学校里的小太妹欺负，堵在厕所里虐打，还撕毁她的衣服，拍下许多不堪入目的照片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从来温柔快乐的小太阳，再次见面时，却成了一具伤痕累累的冰冷尸体。她再也不会拉着我的手柔柔地笑，下雨时也不会有人在车站撑着伞等我。我的妹妹永远留在了13岁，那是我第一次拨打 X 电话。我将毕业后的所有积蓄都给了她，换来那几个霸凌者的资料。我用了3年的时间，让那些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从那以后，我无法忍受任何霸凌。没想到8年后，霸凌从未停止，依旧在我们没注意的角落里悄然滋生。这一次，我要让霸凌者也尝尝被霸凌的滋味。3天后，一条实名举报本市教育局局长包庇私生子，隐瞒其将同学霸凌致死的犯罪行为，贿赂替考，预定高考状元，践踏法律，违背教育公平的爆料，在周一早上8点悄然爬上了热搜。文中详细列出此人跟私生子的合照，私生子辱骂同学的聊天记录，以及大量不堪入目、鲜血淋漓的照片，还有视频统统曝光在微博上。不到1个小时，点赞就超过了5万，浏览量跃出10万，且仍在不断攀升。舆论开始发酵，私生子、小三的真实身份都被扒出，连小号都没有放过。与此同时，当初被霸凌的受害者、事件的旁观者、亲历者纷纷站了出来，实名控诉。一场名为复仇的网络霸凌拉开了帷幕。对面的门口被泼粪，小区门口也有人蹲守，专等对面母子出行往他们身上砸烂菜叶、臭鸡蛋、泔水。住户们不堪其扰，群起攻之，驱赶对面母子搬离我们小区。没等对面搬走，警察叔叔们抢先上门，在一个周2的清晨，将对面的小胖子带走调查。当年他逼死的同学父母找到了曾经的同学作为人证，还在微博上发现了小胖子霸凌的视频。小胖子的妈妈撒泼打滚，阻拦警察带走小胖子，在警察的再三劝阻下，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回家拿起菜刀冲出来威胁他们。菜刀才刚举起来，就被警察夺下，将他牢牢压在地上。母子2人殊途同归，一起进了派出所。舆论仍在发酵，市委派出专案组调查，经过长达3个月的走访，掌握了完整的证据。小胖子的亲爹被免职，提起公诉。小胖子长期霸凌、猥亵多名同学，
除跳楼自杀的同学外，受其伤害引发心理障碍的不下3人。最终，小胖子在成年当天接受了公开审判，余生将要在铁窗内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。小胖子的妈妈因寻衅滋事被判处拘留，半年后出狱，从此消失。多年以后，我曾在沪上的夜市里见过他，那时他衣衫褴褛，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，已经疯了。我笑了笑，昏暗的灯光下，隐约看到妹妹朝我挥手告别的身影。转身后，我抹去眼角的泪珠，深藏功与名。愿世间再无霸凌，愿所有的生命都能活得快乐肆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